因为现在那种禁忌太多了哦。不过注意就好了，知道就好，因为我们常在这边玩的，它有很多禁忌。对，如果你很想知道的话，我就简单大概讲一下。第一个在暗黑哦，最好不要录影跟拍照。然后你不能跟小姐同一台车，这个很重要。然后不要白目哦，不要白目啊，对，真的很白目，尤其在选妃的时候，白目是最多的。每次都各种白目法哦，最常见的就是什么？开始来选妃，进来一票，我已经讲了，第一批的小姐一定是私台，他们看到是你，他们一定不会转台，就是你的私台。他坐下来，你就可以开始摸，开始搓，开始抓，开始刷，开始怎么样？开始喝，开始玩。第一批的一定是这样私台。第一批呢，所有的人都会出现同一个状况，你不管去哪边，你看我说的对不对？你先，每个都你先，然后总会有人先嘛，你先的啊，就他了，来过来啊，干我的被你点走了，靠北妈的，不叫你先的，每个人不都很，每个人都很奇怪，我也不会讲，就真的是这样啊。你们遇到有没有遇过这样过？来，你跟我讲有没有？有跟没有啊，我真的很不喜欢这样。到底是在冲三小这样？最白目是哪一种？来直接讲。来，你先坐下来。我要看下一批啊，再带一批进来。还有没有？再带一批，再一批。然后最后我们也实在受不了，我们都会讲啊，你是选老婆，再一批，到最后，我想要第一次来的那个左边第三个比如说，穿粉红色的那一个，人家就要去找，被点走了，大部分都是被点走了，被点走了你在那边靠腰干，我喜欢就被点走了，怎样？好，再来，白目又怎样？团圆的，比如说坐我旁边的，坐团圆旁边的，我要他跟我过夜，干你娘的妈的，人家点了，你又要人家的，叫你点你又不点，这种的我觉得最白目。谁点的那个就是谁的，你他妈点了又要别人的，最长的就是点我旁边的，刚哥，我可不可以跟他过夜？我可以说不行吗？然后我就讲，他说好就好。我说我可以啊，没问题啊，这让给你啊，可不可以跟他过夜？你猜我的小姐会回答什么？不可能。会啊，本来就不可能的事情啊。人家小姐就直接明讲了，跟他过夜，跟我过夜可以，跟你过夜不行。这样讲不会很尴尬吗？好像就是干妈的，我在好像就是我的错然后再来，都已经决定要带出场了，嘛。然后我会特别交代，不能跟小姐同车哦，因为这个被公安拦到不好。有什么关系？谁说不能跟小姐同车的？我千交代万交代，不能跟小姐同车。你同车只要被临检，你就死定。千交代万交代，就说不能跟小姐同一台车。你先回饭店，小姐一定会去找你，因为她赚你的钱嘛，怎么可能不找你呢？交代的很透彻啦。有什么关系？你没看过男女朋友同车吗？没看过夫妻同车吗？干，你们就不是男女朋友，是夫妻嘛？今天公安拦你下来，你跟他讲，我们是夫妻，来，结婚证拿出来，我们是男女朋友，来，相片拿出来。是男女朋友总有拍照刚刚认识是吗？妈，人家硬要把你带回去，你还不是要找我？我跟你讲不要了你硬要。临检可大可小，人家说你就是嫖妓，你怎么办？你硬要说他是你女朋友，你以为公安是白痴吗？名字说不定不知道，对啊，没错他就直接讲你女朋友叫什么名字Amy 女孩子来。身份证拿出来 ，Amy， 你气压力 ，Amy 嘞，要罚金给刚哥，不是，后来也是要叫我处理他能处理什么？告诉我能处理什么？你有钱你能处理吗？人家扣你护照就好，你就错赛了。对啊，所以呢，我跟你讲，我也讲得很清楚，你们来玩，我一定保证你们的安全，但是拜托听我的不要跟小姐从酒店同时走出来。不要跟小姐在同一台电梯里面，因为你不知道来的客人是不是公安。不要跟小姐同一台车，我已经讲得很清楚，讲过很多次。对，请问团费多少？2万块各种团。
2万台币。来，我现在讲第一个2万台币，我们团费是2万块台币，4天3夜。不管你是健康团、暗黑团、破皮团、帝王团，都是2万块台币。2万台币呢，你下飞机我们就给你200万的越南盾零用金，相当于其实你的团费只剩下1.7万而已。我们负责你的吃的话呢，基本上我们都让你吃 buffet。为什么我喜欢让你吃 buffet？很简单，你要吃虾子你自己吃，你不吃海鲜，你要吃牛你吃，你想吃素你就吃素，你要吃多你就吃多，不要觉得说别人吃的比你还多，你要付钱太麻烦。大家都是 buffet，没问题。你想吃少就吃少，你想多喝饮料多喝饮料，你想喝啤酒随便，你想喝红酒随你高兴，你爱怎么样随你，所以我们吃 buffet， 吃我们包了，交通我们包了，你不用担心啊，这边坐哪个比较贵，被人家绕路三角不用，反正交通我们帮你负责的，食宿交通住也不用担心住在哪边不能带小姐的都可以带，放心。食宿交通包含地陪费用4天3夜，团费其实就是1.7万啊，我直接跟你讲才1.7万。刚哥当初是经历过还是有人带？没有人带我了，谁带我？每间店只要有人讲我就去，一去就是发现干被坑了，总会找到。当你玩的越多，就会有人介绍越多，介绍越多，你越敢踏进去。踏进去，当然就会有所谓的经验值问题。我是为了累积经验值嘛。为什么我可以跟你们讲小费要给多少？因为为什么？我一开始也不知道啊，但是我可以问啊。一般都给多少？有人会故意骗我，有人会怎么样？无所谓啊，我总会找到真相。最后，你要知道我在这边15年的粤文我也都通，所以说你要骗我或干嘛，不可能。大概多久开市？来，刚刚有问请问刚哥安内团多久开市？你如果有3个人，你们3个人都付了团费，时间就你们自己决定，这叫3人成团，3人就能开1团。我们就会帮你安排地陪，地陪就是台湾人。我直接跟你讲台湾人。你问我地陪台湾人哪有那么多？精通粤文哪有那么多？哪里没有？我在这边15年了，台湾的朋友一大堆。我有跟他们讲，大家都玩的那个出来，每天你们没事干，他妈除了喝酒、玩、喝茶干，你们干嘛？台湾那团出来当地陪，人家都说好了，所以我们的地陪都是很专业的，都是玩咖，这样够清楚吗？搞太大不好，有利有弊，是的。最近就有同行过来抢我的客户，就有了。他说我带你去更好玩的，就有了。结果不是更好玩的，是更贵的。他地陪费收很低，但是他带去玩抽成抽很高，也算了，无所谓。刚哥能再说一次当初为什么离职吗 ？OK， 好，没有问题。讲到这个我在前一个公司是雅马哈其实做钢琴的嘛，这个大家都知道，蛮多人都知道。那我进去公司，我当然从业务开始做起吧。那做业务嘛，你们都感觉我的业务水喉绿绿嘛，其实我是从那时候训练出来的。当然，雅马哈其实它蛮不错的，它的教育训练蛮好的。他花了6个月的时间培训我。对，请老师的钟点费听说1小时都是6000块起跳。当然我也知道有比较便宜的老师，像什么2、3千块，就是把我培训了6个月，所以我刚进去之后学习很多知识。我还记得老师在教我的时候，他就说：“明天缴一份 PowerPoint。”然后我就问隔壁的同学：“下面叫做 PowerPoint？” 他说：“你不知道？”我说：“我不知道。”那时候我连电脑都还不会用。我那时候电脑是什么？我上大学那时候荧幕还是什么？我印象中电脑好像是386、286、386，用的还是那个软磁碟片，你们知道大片的那种软磁碟。然后呢，没有弄好，打开发霉了，读起来就高读出来。那时候电脑还是这样。当然后来被分发到单位了，但不是单位，就分发到分店去当业务。我还记得我6个月没卖过任何一台钢琴，不知道钢琴怎么卖，不知道怎么讲。人家也，重点是人家也不会教你什么了，老业务也不会教你啦。刚进去的时候也卖不到钢琴，6个月卖不到钢琴，当然是很认真的努力在卖嘛。后来卖了第1台是6个月后，我也很有印象，卖了第1台钢琴。卖了那台钢琴之后呢，那个月我卖了5台，突然间开窍了。所以我通常都会给我所有的
业务啊，招生来的业务都给他机会，而且我都跟人家讲，哎，进来公司3个月哦，卖不到钢琴正常的哦，像我6个月都卖不到钢琴，6个月后突然间开窍了，卖了5台，领到第一笔奖金2000块台币，哎，那是第一个人生的成就感。那后来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开窍了，每个月都卖很多，就拿到我想一下哈、不到2年吧，我已经拿到全国的销售冠军，当然不是卖车的，好拍摄。那一路就顺风顺水嘛，升个组长嘛，升个主任嘛，就这样一路顺风顺水就上来了哈，感觉还不错啦哈。第一个客户是谁？家长，我卖给家长的，很捧场啊，都有跟我买，真的很不错啊。那我就说我一直拿到销售冠军，我现在也不讲说中间过程经历，因为上班大家都上班过嘛。我一路一直升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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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因为为什么？一直都是每年的销售冠军哦，都是董事长啊、总裁亲自颁奖，每年的销售冠军，所以我一路顺风顺水，我升得非常的快，最后升到经理局，也不知不觉哈、我在公司也做了8年多了，对，但是有一个问题，我薪水一直都没有调。哦，对这件事情其实我蛮介意的。为什么我做了8年薪水都没调？唉，讲到这样，心生啊，所以我就一直很介意，为什么公司都不调薪水？当然上层，因为我也是做到经理职，所以我能了解哦。因为公司养的人多，像会计就分9课，每一课3个会计算最基本的吧，也还有每一课都有一个会计课的1课课长，一直到9课的课长。会计底下的主任，反正光会计你想一下，光会计就混价压贼，光会计这么，所以代表其实公司是很大的。唉，然后公司就不调薪给我啊，所以我也跟上层反映嘛。那后来公司就出了一个叫做考核制度，就是说你要经过6个月的考核，然后就会开始晋升。这6个月的考核要写报告，要做企划案，蛮多的咯。你要做很多很多的事情。好，讲到这边嘛，做很多事情。那这6个月我的考绩考核基本上都是最好的，所有同事也在祝福说，哎呀，你一定晋升了啦。这个大家全公司也没有人是你的对手啦，因为你业绩又是每年都是你挂帅，业绩挂帅嘛，人家说业务挂帅嘛，每年都你挂帅，你的部门业绩永远都是最好的，所以一定是晋升的嘛。那我也自信满满，我觉得一定晋升的，这没什么问题。最后一天的面谈完了，我觉得应该也是十足把握。后来我不是有讲，放榜了，隔天我很期待哦，看着电脑，45000个员工，有45个人晋升，为什么找不到我的名字？真的找不到我名字吗？找不到我名字，我觉得很奇怪，怎么可能？不对啊，怎么可能？我就二话不说，我开着车，直接就冲到人资部经理那边，因为人资部经理跟我也是老同事啊。我直接冲到那边，我直接问他，也直接跟他讲，我说：“我不讲他名字啊，我差点把名字念出来，因为很熟。我说：经理，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？”他就只回答我：“昨天晚上有人把你单子抽掉了。昨天晚上有人把我单子抽掉了。”我说谁？他没回答。他说不能讲，不能讲，我当然知道是谁了。恕我非常之生气啊！讲到这样，其实就是公司的派系啊，他不让我上位嘛，因为我上位会影响到他，我知道谁抽的，所以这个我也不讲。我一走，他马上会被降职，所以我就不想讲。而且以我当时的个性哦，其实我就蛮傲娇的。我觉得我为你付出，我为公司付出了这么多，他妈你抽我单，我期待了那么久，我要晋升的，所有人都在祝贺我，结果妈你抽我单，所以我二话不说我就离职了，我就直接写电子签证单。可是因为我是经理职，你要知道离职交接工作要45天，所以我45天内不能离职。高阶主管交接工作要45天，不是你说你想走就可以走。当然我已经讲了啊，董事长啊、总裁啊、总经理嘛、CEO 都办酒席请我，希望把我留下来。
哎，希望把我留下来，但是你觉得可能吗？哇弄弄垮你啊！我就说哇弄弄垮你啊，破镜难重圆，我们的缘分也到此结束了。所以我就很坚持的，我就说我要离职。那他们就问我说你要去哪里？他们有讲到这一段。那讲到这一段问我去哪里，我说我本来预计我要先去印度，因为那时候印度是金砖四国嘛，我说我想去印度拼拼看，金砖四国蛮有机会的。但是因为直接从台湾直飞印度比较远，我打算先在越南那边考察看看。结果他们就讲了一句话：你去越南一定失败，100%失败。我说为什么？他说就讲了这句话。他说你在中国，你在日本，你在台湾发展的顺风顺水，那是因为日本人、台湾人、中国人，你都很好调钱，就是说他们员工都很听上面的话，所以我很好调配，所以我的各方面发展才会很好。他说越南人非常刁钻，他特别讲这句话，越南人非常刁钻。他说以我的个性，绝对驯服不了越南人。你去越南做自己的生意，做你的事业，你一定失败。讲这句话，阿林杯的时候，干没看没用脸呢，家伙！你讲这句话，我就说哦，那我决定我不去印度了，我就去越南，我就去越南，而且我还自己下定决心，我就是要白手起家，我就空着手到越南，这是大家知道的，我就空着手到越南。你说我会失败啊？我还不相信，我就到越南。所以空着手到越南，接下来如果说外地影片，你应该知道，我就是越南发展史嘛。我真的空着手到越南，好，空着手到越南，然后我朋友跟我讲说，哎，有一个地方就是我现在你们常来的地方，那个地方哦，曾经有个老师做生意做得不好，啊，跑路了，看你要不要把那间店哦给顶下来。他房租还没到期，房租还没到期，然后里面有一些有旧钢琴，主要是这样子。我要把它顶下来，我说靠北啊，我就是没带钱，顶三小这样。他说没有啊，房租还没到期，房东也不会跟你催啊，不然你先去那边挤看看，因为那个老师欠我们钱哦。真的吗？朋友相挺，所以我一直很相信的是朋友相挺。他说你先去那边经营看看吧，去经营看看嘛。接下来就讲到经营看看的部分啊。哎，还真的呢，一开始初期还蛮赔钱，不过还好，我就讲，因为我是外国的人，那我是会讲英文的，所以我就在那边做招生啊，有新的外国老师来这边教钢琴啊，然后那时候越南人其实还蛮不能讲崇洋媚外啦，就是他们蛮信外国老师这一套，认为说外国的月亮比较圆。哎，结果蛮多家长就把他的女儿、儿子就送来跟我学了，因为我说我是外国老师，我只用英文教钢琴，他们就送过来，哎，学费还收的不错哎。我想说台湾收多少我就收多少，所以我都用美金收费，我就教他们钢琴，教他们女儿钢琴，教他们儿子钢琴。那我也当然发挥我的业务长才啊，就跟他们讲哦，所以我就拿了一笔资金嘛，我也跟他们讲说，要学钢琴要学得好，当然家里一定要有钢琴，所以要买钢琴。所以我就拿他们的学费拿来进货买钢琴之后再卖给他们，然后那时候网络比较没那么透明，卖一台钢琴可以赚1台以上，所以我只要卖1台我就会有2台钢琴，我2台钢琴再卖掉我就有4台钢琴，不知不觉卖到我就变成修润，哎，我那时候跟人家讲就是修润，哎，就变成钢琴展场。那继续教钢琴呢，我就开始接家教，接一些有钱人的家教。所以我是这样发迹的，然后当然赚了钱之后，要把那个就跟房东重新签约了，因为人家那个重新签约就开始正式租，就是开始我所谓的白手起家。